这是他第一次花钱找妓女，上来就让人家脱光躺在床上，接着提过来满满一桶猪油。女人还以为是什么新花样，任由男人将猪油抹在她的胳膊上，可看着他将纱布缠在上面，又拿出一把锋利的刮刀，女人彻底慌了。为了钱，她能忍受男人在她身上乱搞，不过自己的小命却更加重要。而男人见她不再配合，竟然真的动起了杀心。他将妓女的头发剃光，全身涂抹上猪油，用纱布包裹严实，腌制1夜后，再将猪油收集起来，用最好的酒精稀释，倒进蒸馏器中烧制，最后萃取香味精华，得到最纯正的女人体香。这种味道就连小狗闻了都要上来疯狂舔舐。不过这对阿伟来说还远远不够，因为他要做的香水有着足以征服世界的能力。虽然他的方法足够变态，但也可以说他是个天才，因为从出生开始他就对气味非常敏感，仅仅靠嗅觉就能分辨物品。可惜他生在了巴黎最肮脏的海鲜市场，从小到大接触的只有鱼腥恶臭。直到这天，皮革厂老板命令他去城里送货，这瞬间让他打开了新世界的门，各色各样的气味如洪水般涌入鼻腔，他贪婪地吸食着人间的一切，生怕错过每一丝气息。阿伟跟随最好闻的气味一路前行，那是一个卖水果的女孩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微妙且无与伦比的体香，令他如痴如醉，恨不得把鼻子镶在人家身上。而女孩却被他这搞不懂的行为吓了一跳，慌忙逃离了现场。但没闻够的阿伟哪肯罢休，他已经记住了那销魂的味道，很快就追到了女孩家里，再次把鼻子凑了上去。女孩被吓得惊声尖叫，阿伟连忙捂住她的嘴，直到确认安全后才松开。可由于用的力气太大，女孩被活活捂死了。看着地上的尸体，阿伟十分难过，但并不是因为过失杀人，而是他发现女孩的体香正在慢慢变淡，最后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回去后的阿伟变得魂不守舍，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把气味长久保存的方法。而这天给香水店送皮革时，终于让他找到了机会。香水店老板因为年事已高，嗅觉变得越来越差，香水做的一次比一次难闻，于是就想着破解市面上最火的香水配方，可惜一直没有成功。而阿伟之前闻到过那款香水，所以一进店就通过气味猜出了老板的意图。他向老板轻而易举地说出了配方，还表示自己现场就能做出来。起初老板根本不信，因为阿伟的制作方法完全违背了香水师的操作常识。可当阿伟一顿乱拿乱倒，凭感觉调出那款香水后，老板彻底被眼前这个脏小子征服了。但阿伟却觉得这款香水还不够完美，于是再次进行改良升级，最终做出来的香水比市面上的都好闻。老板看着阿伟如获至宝，连忙去皮革厂找到老板，花重金买走了阿伟。阿伟也不负所望，靠着惊人的嗅觉调制出来的每一种香水都是爆款，老板更是赚得盆满钵满。而作为交换，他也开始教阿伟保存气味的方法，也就是最常用的蒸馏法。可万万没想到，阿伟按照步骤将废铜烂铁放进锅炉，结果做出来的竟然没有任何味道，最后甚至把老板的猫给放了进去，可依旧没有如他所愿。他大声地质问老板是不是在骗他，老板却告诉他 What kind of a human being are you? Don't you know anything? You could no more distill the scent of a cat than you can distill the scent of you or me. 老板的话彻底将阿伟打入深渊，因为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保存体香上，可现在却告诉他是不可能完成的。我想搁谁都会被瞬间击溃。阿伟从此一病不起，这可把老板急坏了。为了不让这棵摇钱树倒下，他告诉阿伟说，在香水之都格拉斯流传着一种油脂离析法，无论什么气味都能保存，但去格拉斯必须要有熟人开的介绍信。老板可以开，但有个条件，阿伟得给他留下100种全新的香水配方，确保他后半生衣食无忧才行。虽然老板很是黑心，但一心只想求学的阿伟并不这样觉得，很快就写好了配方，踏上了前往格拉斯的道路。经过几个月的跋山涉水，终于靠着介绍信走进了格拉斯小镇，也如愿见识到了什么是油脂离析法，并且在工厂里当上了学徒。而在出事后的第一时间，他就绑架了一名厂子里的女员工，将人浸泡在油脂罐里，1天后再将油脂放出来。可最后提炼出的味道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，于是他便在街上找了个妓女，利用油脂离析法和蒸馏法相结合，终于做出了想要的效果。然而这对阿伟来说还远远不够，因为香水店老板曾告诉过他，一瓶顶级香水是由12种精油分别组成前调、中调和后调，它们之间相辅相成，共同构建香味的旋律。传说在神秘的东方还研究出第13种精油，可以让香味经久不散，不过至今都没人能破解出来。而为了把香水做到极致，阿伟偏偏就相信了这个传说。简单点说就是，他还需要12条少女的命。很快，小镇上最香的小美就吸引了他的注意。这天是小美的生日聚会，一家人酒足饭饱后开始捉迷藏，而躲在暗处的阿伟找准机会，直接把手伸向了小美，可惜被灵活的小美轻松躲过。但另外一对双胞胎姐妹就没这么幸运了。同样的配方，同样的操作，阿伟又提炼出2瓶精油。同时他也惊奇地发现，用这种方法提炼出来的精油竟然有一种魔力，平时嚣张跋扈的工头只是闻了闻，就瞬间温顺得像只小绵羊，而这种效果更加激发了他的动力。很快，小镇上的少女就接二连三被害，搞得所有女性都人心惶惶，生怕自己就是下一个目标。而政府也被弄得压力骤增，他们想要迅速破案，可又没有任何头绪，因为他们发现那些尸体都没有被侵犯过，只是被剃光了全身毛发，完全搞不懂凶手的作案动机，导致他们根本无从下手。而此时阿伟已经集齐了12瓶精油，最后1瓶他只要小美的，因为只有用他绝世的美才能勾兑出最顶级的香水。可就在他计划着要如何动手时，突然发现小美的气味正在远离小镇。原来小美的父亲发现受害者都是美女，所以非常担心女儿的安危，毕竟他女儿是小镇公认的第一美人。于是为了安全起见，他连夜带着小美想要远离这里。可他怎么都不会想到，阿伟的追踪能力堪比警犬，很快就通过气味找到了他们，并且趁着月黑风高，偷偷潜入了小美所住的旅店。看着她熟睡中的模样，阿伟从容地举起了那根杀人棒槌。
等到第二天，父亲推开房门，小美已经被剃光了头发，早就没有了呼吸，而阿伟也终于凑够了13瓶精油，将它们勾兑在一起，神秘的13香便就此做成了。可他还没来得及闻上一闻，身后却突然冲出一大批警察。原来在阿伟追踪小美的时候，当初妓女的狗闯进了阿伟的房间，把埋在地下的主人衣服刨了出来。工头看到后直接报了警，后来经过挖掘，又发现了大量的女人头发和衣物，拼在一起整整12套，刚好对应了12起少女谋杀案，也锁定了阿伟就是杀人凶手。而如今的他已经无路可逃，只能乖乖的被关进大牢。小美的父亲想要知道他为什么要杀自己女儿，可不管面对多么残酷的逼问，阿伟自始至终只有一句话 I just needed her. 很快就到了行刑这天，小镇的居民全来到了广场上，想要亲眼目睹凶手被千刀万剐。可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，本来应该用囚车押来的罪犯，却变成了豪华马车送来的贵人。更离谱的是，面前的士兵看到他后，竟然纷纷摘帽致敬，就连刽子手也放下屠刀，跪着给他行礼，还大喊他是无辜的。而这一切都是那瓶13香搞的鬼，因为它有着迷惑心智的作用，所有闻到的人都会臣服于他。阿伟在狱中就将香水涂满全身，狱警瞬间就被他征服了，所以他才能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广场上。而如今他又把香水滴在手帕上，冲着人群轻轻一挥，随着香味四处飘散，所有人都如痴如醉，仿佛进入到了天堂。此时的阿伟就好似上帝，站在台上看着众人跪拜，甚至他走之后，人们还无法清醒过来，直至出现了那个足以震惊整个影坛的画面。由于太过疯狂，这里就不给大家展示了。反正第二天，政府高层一致认为阿伟不是凶手，毕竟承认阿伟犯罪，就相当于否定上帝，但总得给民众一个交代。于是便将当初报警的工头抓了起来，在严刑拷打了1天1夜后，受不了的他终于认罪，接着便被处以绞刑。而逃脱审判的阿伟已经回到了巴黎，只要他愿意，剩下的香水足以让他征服全世界。可他并没有那样做，因为他发现，在刑场上受人朝拜的感受并不是他想要的，而他想要的不过是那个卖水果的女孩曾经带给他的一缕芬芳。可惜这款足以征服全世界的香水，并没有帮他寻回那最初的味道。于是他便回到了出生的地方，回到了这个充满恶臭的海鲜市场，然后将所有香水浇在了自己头上。附近的人们开始疯狂扑向他，贪婪地吮吸着他的味道，最终将他啃食得一干二净，就像是一瓶香水，馥郁绽放之后，终会随风消散。